小表弟的发疯及离世是舅舅家悲剧故事的高潮，给舅舅一家打击很大。我无法想象他们生活在世人怎样的眼光里。小表弟有别于其他孩童的死亡方式，令整个家族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我的大表弟和大小两个表妹从此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自己步入弟弟的后尘，丧失理智后惨死。人人头上像悬着一把刀，生命随时都会被不可知不可控的那只手给夺走。所有的人都把指责的目光投向舅舅，认为他是罪魁祸首。于是本就木讷寡言的舅舅越发沉默消沉。他不知道的是，消停了没几年，好像是90年代初吧，天花板上的另一只鞋被那只手扔出来了。我的大表妹，她长得像我母亲，她的姑姑蛮漂亮的。经由我母亲介绍，进入我们县医院做临时工，在住院部打扫清洁卫生，并且顺利地把户口落入我家。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农村姑娘来说，前程可算是一片光明。却不料她居然因为个人感情问题受挫，也疯癫了。时好时坏的病情使她无法继续医院的那份工作，被迫返回乡下。然后是我的小表妹，小学毕业，同样没考上初中，正好当时我的老大才1岁多，还不能送幼儿园，我把她带到南岭，让她帮我照看孩子。那一年，除了觉得她性格有点另外，都很正常。可没想到，离开我家3年后，她也步了她姐姐的后尘，疯癫了。小表妹的疯是有迹可循的。她到我前嫂子所属的公司上班，做临时工，也是打扫卫生，本来收入尚可，工作也轻松，但她却因为部分待遇不同而犯了打工者的大忌，说那些不该说的牢骚话而被解雇了。回家后想不开，就癫了。2个表妹的病情一样，病发时终日披头散发，不知温饱，目光呆滞，躲在角落里喃喃自语，说着所有人都听不懂的话，被家里人送到精神病院去医治。我的舅舅舅妈被弄得心力憔悴，到处找高人指路施法，钱花了不少。2表妹和我舅舅一样，没病的时候神情也是木木的，看着就不像正常人。我的大表弟被吓得躲得远远的，跑到广东去打工，好几年不敢回家，生怕被传染上了疯病。说也奇怪，舅舅一家6口竟然有4个人得了疯病，除了没有血缘关系的舅妈，只有我大表弟没事。外公外婆5个侄女，不止我舅舅有问题，年纪比我舅舅小的我的远嫁广东某农场的妻姨，听说后来精神也不正常，种种迹象似乎表明了舅舅家遗传基因有问题。难道是 DNA 惹的祸？然而往上追溯，外公外婆的家族中都没有人得过疯病，除了舅舅和他的孩子以及我的妻以外，所有人都没问题。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这是讲不通的。说是传染病，作为医生的妈妈更是嗤之以鼻，完全没有科学依据。至于见多识广的我，曾经将其归于性格缺陷，
盖因舅舅一家胆子都很小，当年被人堵着门口骂，除了舅妈会回几句嘴外，其他人就像缩头乌龟，躲在家里不敢出声。总之，此事成了一个不解之谜，谜底不得而知。舅舅家的悲惨遭遇，使得他身边的人以及亲友个个都有危机感，就好像身边埋有一颗地雷，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颗地雷就会爆炸，祸及自身。花开两朵，再表一枝。直到90年代末，所谓的封建迷信不再是禁忌话题，许多隐匿于民间的可通阴阳与鬼神对话的灵媒纷纷出来重操旧业。舅舅舅妈把家乡方圆100里之内的灵媒都找了个遍，高手在民间确实不假。他们中不少人都把矛头指向鬼神，点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正如民间传言的那样，舅舅一家的悲惨遭遇是由于受了鬼神的诅咒，遭怨气所缠，造成舅舅一家悲剧的根源找到了。各种施法之后，舅舅一家的状况不再往坏的方向发展，舅舅和2个表妹的病情得到缓解，2个表妹也先后各自成了家。荒唐胡扯，没有科学根据。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这么想，还有人半信半疑，这故事不会是编的吧？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关心故事的后续。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了吗？答案就2字：没有。灵媒们的慧眼确实看到了纠缠于舅舅一家，尤其是我舅舅身上的怨气，但是他们无法看清怨气的出处。没有一个灵媒说得清施咒之人是谁。举个形象的说法，就是他们只看到纠缠成一团的麻绳的结，他们做的法其作用相当于松一松绑，涂了些润滑油，以减缓事态的恶化，但是他们无法解开这个结。妇女3还必须经常性的服用药物，以免病情反复。解铃还需系铃人，舅舅一家必须找到这个系铃人，厄运才能得以消除。日子如斯夫，时间如流水一般，匆匆又过了好几年。有一天和母亲聊起往事，才得知舅舅家的灾难已经得到消除，现如今全家人都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舅舅自闭说，我的大表妹嫁给了他在医院做临时工时认识了一个农村小伙子，所生的2个孩子都已经大专毕业，有了工作。小表妹出嫁后成了一个小养殖专业户，也生了一个女孩，小日子过得不错。我好奇地问母亲，此事是怎样解决的？母亲语焉不详，只知道是我表姨的关系，找了广东那边的高人，把问题给解决了。话说我这个表姨也是个有神通的人，她喜欢和我们讲些神道的故事。更神奇的是，她居然预言了自己的死亡。前年她跟我母亲说，姐呀，我今年会有大劫，可能过不去了。过了几个月，我母亲接到了表姨的女儿打来的报丧电话，告知她母亲我表姨离世的消息。这是题外话了，言归正传，妈妈的话弄得我心痒痒的。
很想知道事情是怎么了结的。毕竟先前找了那么多灵媒都解决不了。08年我回了趟国，见到了我这个表姨，从她那里得知事情的前因后果。但是怎么说呢？表姨告诉的故事太令人匪夷所思了，我像是在听一个民间传说。这么说吧，舅舅家的故事进展到这里已经进入了尾声，它由开始时的写实田园风，中间转为离奇诡异的悬疑片，临收尾了，他竟然改走玄幻风了。只能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时候现实生活远比影视剧还要离奇，还要出人意料。说真的，如果不是确确实实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我也会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是作者为了骗点击率而胡编乱造的事。如果你们还有兴趣，就耐下心来听我说完这个真实的故事吧。再重复一遍，真实故事绝不胡编。舅舅一家的遭遇，表姨也是看在眼里，但一直没帮上什么忙。她后嫁的老公是县委副县长，不好搞封建迷信那一套，怕影响不好。有神通的表姨深信舅舅家肯定是惹上了什么才招来的灾难。至于一直没能解决问题，是没有找到症结所在。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直到几年前，表姨通过她的社会关系联系上了广东那边的一个知阴阳通鬼神的大神，请他替舅舅家看了，才找到舅舅一家的厄运症结所在。话说有这么一个不知是鬼是怪，姑且称之为某仙吧，他的洞府紧挨着外公某位先祖坟茔，等于间接获得这位先祖后代的供奉。所以当年看见深受无子之苦的外公外婆求上门时，他为了报恩，施法让舅舅得以出生。这原本是一段佳话，没想到却酿成舅舅一家的悲剧。从我外公外婆那方面来说，当年为谋得一子，到处求神拜佛，烧香许愿，祈求先祖保佑，终于愿望达成。舅舅出生后，他们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漏了去还愿，或者我的外公外婆想都没想到，帮助他们得偿所愿的既不是他们信奉的神佛，也不是他们的先祖，而是一个他们压根不知道的得道之仙。总之，在那个助了他们实现愿望的得道之仙看来，我的外公外婆违背了诺言，不守道义，不讲信用。他被惹恼了，然后他怒了，于是一步一步的灾难首先降临到舅舅的身上。于是舅舅发癫了，然后是舅舅的孩子，于是他的孩子或死或疯，再然后就是他的其他亲人了。听说再晚一步，死的就不仅仅是舅舅的小儿子，我的小表弟了。借灵媒之口，人们才得以知道，那个男孩的出生及死亡是被设计的，是这位仙人用来警告和震慑世人的。只可怜那个小男孩投胎为人，却只在人世间停留了短短的10年。舅舅一家的故事到了终章，祭灵人找到了，在广东神人的指点下，
舅舅一家把外公外婆当年所欠之债还上了，终于消除了某些的怨气。舅舅一家厄运得解，舅舅和大小表妹都恢复了健康，过上了正常人的平安生活，总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雨霁天清，岁月静好。